今年阿塞拜疆站刚结束，阿隆索正式超越迈克尔舒马赫，以21年3个月08天的记录，成为了自 F1 首秀以来职业生涯跨度最长的车手。从2001年稚嫩的小伙子到现在胡子拉碴的老头，他在 F1 生涯里同时开过如今围场上雷诺、梅赛德斯、法拉利和本田的引擎。另外，米其林、普利司通和贝耐利的轮胎他也都体验过，可谓是围场活化石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让我们去到头哥的家乡西班牙。欢迎来到一条几乎不可能返回 F1 赛例的赛道——西班牙瓦伦西亚赛道。但它并不叫西班牙大奖赛，而是叫欧洲大奖赛，因为西班牙大奖赛的名号已经被加泰罗尼亚赛道占上了。而为什么这条赛道被抛弃了呢？还不是因为钱。瓦伦西亚赛道和 F1 签署了7年长约，而只举办了2008到2012这5年，最终因为赛道方支付不起维护赛道的费用而提前离开了赛例。看着如今荒废的赛道旧址，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引擎轰鸣，人声鼎沸。整条赛道围绕着海港建造，是一条街道赛，赛道的风光可以说是相当不错，甚至还会从桥上经过，但却没有街道赛的特点。瓦伦西亚赛道总体上非常宽，和如今的摩纳哥、阿塞拜疆乃至新加坡相比，都少了一分刺激。而且它虽然宽，但超车机会非常少，尤其是在没有 DRS 的年代。2012年赛会取消了14号弯之后的 DRS 区，把11号弯的 DRS 区延长了70米，同时把检测点前移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创造更多超车机会。赛前，汉密尔顿凭借在加拿大的胜利，以87分领跑车手积分榜，头哥和维特尔紧随其后。但再次来到西班牙的头哥，在排位赛并不走运，他和马萨都被法拉利的排位赛轮胎策略坑了，只能在第11和第13起步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头哥有2套新的软胎，往前冲一冲不成问题。在头哥身边是迈克尔舒马赫，第6排的发车位凑齐了9个世界冠军。回到前方，维特尔领先汉密尔顿 0.4 秒拿下杆位，但是队友韦伯因为排位赛上液压故障导致 DRS 无法开启，仅仅排在第19。看起来维特尔马上就要迎来自己在瓦伦西亚赛道的3连冠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截至这站比赛之前，只要维特尔拿到杆位，那汉密尔顿一定在第2发车。这是什么奇怪的 couple？ 马尔多纳多在西班牙站夺得首冠之后，又一次在西班牙拿出了精彩的表现。他的身后是格罗斯让和 Kimi， 印度力量的2台赛车则是首次在2012年双车进入 Q3。巴顿则又一次输给了队友汉密尔顿，排在第9发车。舒马赫、佩雷兹、维尔涅和韦伯用了中性胎起步，一停代替2停的意思很明显。等一下，这边的风光好像更好啊！跑题了，女人只会影响我们起步的速度，让我们重新回到比赛。5盏红灯熄灭，比赛开始。维特尔的起步非常不错，一骑绝尘。第5发车的 Kimi 起步神速，迅速来到了马尔多纳多身边，但是马球王坚决不让。Kimi 受迫于球王的淫威，只能退到队友格罗斯让身后。但格罗斯让在1号弯抓住机会，切到马球王内线完成超越，而马球王也是不断掉位置，把第4名又让给了小林可梦雨。此时我们发现，一台红色的赛车已经来到了第8。头哥经典的红色赛车蓝色头盔永不缺席，他甚至开始进攻第7的霍肯伯格，走交叉线，可惜还是差了一点。从大叔的角度来看一下阿隆索的火箭发车，他先是干掉了保罗·迪雷斯塔和巴顿，随后在1号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线，避免了内线的拥堵，顺利超过罗斯伯格来到第8。头哥火箭起步和外线战神的特点再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车站前方，维特尔1圈没到就把汉密尔顿拉出了 DRS 区，5圈不到就已经拉开了6秒多的差距，速度上悬殊的差距似乎让维特尔的胜利唾手可得，而汉密尔顿却受到了格罗斯让的攻击，车队也在催促格罗斯让赶紧超过汉密尔顿。莲花这场的速度是相当可以，2台印度力量和2台法拉利展开了捉对厮杀，先动手的是马萨。第6圈12号弯走外线，迪雷斯塔守住了。第8圈马萨卷土重来，再次走外线稳刹车，但这次走大了还是没能超过去。但是第10圈相同的位置，格罗斯让成功超越了汉密尔顿，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轮对轮超车表演。这次格大奇没有鱼雷也没有 spin， 整套动作干净利落。只不过他现在离身前的维特尔已经有10秒多的差距了。尽管车队告诉格罗斯让他的赛车可以匹配维特尔的速度，但也只能望尘莫及了。
第11圈，巴顿率先进站换上中型胎，而佩雷兹令人意外的也进站了，从中型胎换上软胎。索伯觉得软胎的速度会快上很多，所以终止了佩大师的一停计划。随后的一圈，马萨进站 ，Kimi 也再次尝试攻击马尔多纳多，但还是差那么一点儿。与此同时，可以发现后面的阿隆索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霍肯伯格身前。之前头哥左突右晃，把霍肯伯格骗到内线，自己非常精彩的从外线超过了霍肯伯格。而 Kimi 则没有选择和头哥一样外线强吃对手，而是早刹车走交叉线。这次马球王怂了 ，Kimi 来到第5。第14圈，汉密尔顿进站，出站刚好被挡在布鲁诺塞纳身后。早几圈进站的马萨和巴顿也是轮番欺负维尔涅，维尔涅也是毫无招架之力，乖乖站好，让老大哥们过去。因为汉密尔顿的进站，阿隆索在超过马尔多纳多之后已经来到了第5。这次头哥选择了内线，不过回放显示，马球王之前精准压到了看台上掉下来的一顶草帽，或许这是哪位热情的西班牙车迷想给头哥一个神助攻吧。马球王背过之后也不恋战，立刻进站换胎。和他同圈进站的还有 Kimi 和小林和孟伟，但是小林的进站昏厥了，出站时还遇到了离合器问题。难道说这是索伯的传统了？ Kimi 顺势在站内过掉了小林。接下来头哥进站，出站成功undercut掉了 Kimi 和小林2台赛车，而且头哥这套软胎是全新的，一定可以拉开和身后 Kimi 的差距。但如果你要说法拉利这次的策略成功吧，那昨天排位的时候干嘛去了？唯一的解释就是法拉利这波在第5层给头哥剩下2套软胎。好了，我编不下去了。由于想要一停，所以迈克尔舒马赫和韦伯都没有进站。舒马赫、布鲁诺塞纳、韦伯、头哥、Kimi 和小林6个人开启了长长的火车。这时候头哥动手了，韦伯在最后一弯轮胎锁死了，他的出弯速度不够，被头哥在1号弯外线超过。随后的第18圈，外线还是他娘的外线，头哥过掉了布鲁诺塞纳。状态正佳的头哥还想在发车直道上接着干掉舒马赫，但舒马赫在1号弯守住了内线，不过头哥占据了赛道上的优势。接下来的4号弯，头哥是内线直接拿下舒马赫。此时的火车已经从6台车增加到了10台车。由于 Kimi 一直超不过韦伯，这在无形中毫无疑问帮了头哥一把。布鲁诺塞纳准备攻击舒马赫，身后的 Kimi 也来到了韦伯的外线。但小塞纳对舒马赫的进攻并没有成功，反而挡了韦伯一下。Kimi 顺势站住内线超越韦伯，舒马赫和韦伯此时也不想玩了，直接进站。好了，成功拔掉了2个瓶塞子，还剩最后一个瓶塞子小塞纳。Kimi 先在7号弯过掉了小塞纳，但小林就没那么顺利了。在 Kimi 过掉小塞纳之后，小林看到了 Kimi 身后的空当，但是小塞纳要去吸 Kimi 的尾流，所以往内线打了方向，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小林，于是2人发生了事故。小林也用这次失误把小塞纳送进了维修站，叫你不进站，快给我去乖乖2停。赛会随后也是给了小塞纳通过维修区的处罚。经此一役后，中游车阵算是畅通了，而头哥也拉开了距离，却拔掉了最后一个还没进站的塞子。保罗·迪雷斯塔来到第4的位置，从第11来到第4，差一点就领奖台了。后面的快车也渐渐跟上了迪雷斯塔，先是 Kimi， 然后是马尔多纳多。此时镜头给到了朱尔斯·比安奇。2012年，法拉利把比安奇租借给了印度力量作为测试车手。欧洲站的周5第1节练习赛上，比安奇代替霍肯伯格出战。2013年，比安奇签约马来西亚车队，却因为2014年日本站的事故不幸去世，又一次天妒英才。只希望今年的法拉利给点力，让勒克莱尔完成他和逝去好友比安奇共同的梦想。这时候突然有事故，是一辆卡特汉姆和小红牛。只见维尔涅和科瓦莱宁并排之后，似乎是想去挤压科瓦莱宁的位置，向右打了一把方向。但这种马球王开法怎么能带到 F1 赛场上来呢？2人双双爆胎，维尔涅退赛，但科瓦莱宁还在坚持。科瓦莱宁把一台全年0分的卡特汉姆本赛季第2次带进 Q2 也实属不易，遇到事故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维尔涅撒了一地的零件，也成功召唤出了安全车，大家纷纷进站，但是这次进站太突然了，汉密尔顿的千斤顶没有准备好，出了问题。阿隆索在他身后呼啸而过 ，Kimi 也过去了，头哥正式来到第3，也在积分榜上暂时超过了汉密尔顿，真是天赐良机啊！这次安全车也让维特尔之前建立的20秒领先优势瞬间化为乌有。不过就凭红牛赛车的速度，只能说其他人可以赚，但维特尔绝对不亏。
可以注意到里卡多居然在第4的位置，不过他只进了1次站，还用的是旧软胎，被超只是时间问题。第34圈比赛重新开始，阿隆索的出弯明显比格罗斯让要好，在发车直道上紧紧跟住，1号弯又是他娘的外线，有轻微碰撞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头哥又抢下来一个位置。从第11到第2，头哥完成了惊天逆袭，在他们身后，汉密尔顿过掉了 Kimi。还有碰撞，小林又撞了，这次是和马萨的右前胎爆了，在赛道上慢了下来，不得不进站换胎。但是维特尔也慢了下来，他赛车的电机坏了，导致引擎罢工。费尔南多·阿隆索第11起步，但是在第35圈，他领跑了欧洲大奖赛，也领跑了车手积分榜。这是一场神奇的比赛。纽维的双手在抱着头，但铁佛斯们的双手在欢呼。这一幕放在10年后的今天，怎么就这么眼熟呢？不过也让我们恭喜这位赛道马修得到了维特尔原味赛车手套1只。格罗斯让也没有放弃，打开 DRS 把电都释放了出去，但还是没有成功。后面的里卡多正在被身后一众快车吊打，第38圈他撑不住进站了，但马球王似乎想把大牛的韦伯也给送进站，韦伯被迫驶离了赛道，而这一下子又让韦伯在最后一弯把位置丢给了霍肯伯格，又在第1弯被迪雷斯塔超掉。不愧是你呀，马球王！等一下，这是谁？格罗斯让也退赛了。比赛开始阶段的前2名接连退赛，而且都是因为电机故障，好像所有人都在帮头哥，这让阿隆索头名的位置更加稳固了。因为汉密尔顿离阿隆索还有4秒多的差距，而且他还要防守身后 Kimi 的攻击。头哥的 TR 更是说起了意大利语进行加密通话。我有一个意大利朋友曾经跟我说过，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很像，他们互相能听懂对方语言差不多50%。这么看来，头哥在法拉利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呀。在长达14圈的追击之后 ，Kimi 抓住了汉密尔顿锁死轮胎的机会，在比赛还剩2圈的时候向汉密尔顿发起了攻击，但是汉密尔顿守住了内线。不过接下来的连续弯 ，Kimi 走了个交叉线，超过了汉密尔顿。汉密尔顿的麻烦还没有结束，第4的马尔多纳多也追了上来，汉密尔顿的轮胎衰竭得非常厉害，马球王出手，谁能不害怕呢？身前被套圈的 HRT 都开到赛道外面让路了。DRS 打开走外线，汉密尔顿防守，马尔多纳多开到了赛道外面，然后在返回赛道的时候一把铲飞了汉密尔顿，汉密尔顿的比赛结束了。小汉愤怒地捶着自己的方向盘，然后把这台比宝马 M3 还贵的部件给扔了出去。马尔多纳多没了前翼，咧着个大嘴，再也无人能威胁到头哥的领跑位置。此时我们惊喜地发现，舒马赫居然借着这次事故来到了第3的位置。他和韦伯在安全车期间都没有进站，并且在第43圈换上软胎。出站后，舒马赫正好在韦伯身前，两人battle了一阵过后，名次并没有发生变化。然后他们就利用新轮胎的优势疯狂赶路，先是一起超越巴顿，然后是佩雷兹，迪雷斯塔，最后超越霍肯伯格之后，来到第3和第4的位置。比赛还剩最后一圈，舒马赫能守住韦伯的进攻吗？而汉密尔顿事故的位置正好在唯一一段 DRS 区结束的地方，这就意味着韦伯必须减速，并且无法超车。最后的机会没了，阿隆索冲线了，后面是马萨，但这个不是法拉利1、2带回。马萨在事故后赛车就出了故障，最后被头哥套圈。提名亚军，舒马赫则迎来了自己复出以后的首个领奖台。马克韦伯第19起步第4完赛，为红牛最大程度的止损了。马修更是在赛道边跪下来膜拜头哥，头哥接过了一面西班牙国旗，在赛道上巡航。马尔多纳多则咧着他的大嘴从头哥身边经过，你今天的冠军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啊！这场比赛是头哥个人实力、运气以及法拉利正赛策略的完美结合，也算是头哥职业生涯最佳比赛之一了。而为什么我又要强调一遍正赛策略呢？这就不得不感谢法拉利在周6为头哥省下来2套新软胎，让头哥在周日尽情发挥。凭借着这场胜利，头哥以111分领跑积分榜，领先第2的韦伯20分。赛后的领奖台上，3代法拉利车手齐聚一堂，3个人总共夺得过10次车手总冠军，其中6次都在法拉利，但他们毫无例外都被法拉利抛弃了。舒马赫和 Kimi 当时已经离开，头哥则还在享受他和法拉利最后的高光时刻。
法拉利啊，法拉利，你都干了些什么啊？2012赛季，我个人认为是近10年来最精彩的一个赛季。前7站有7个不同的分站冠军和7个不同的分站亚军，争冠形势在赛季末突然反转，而车手总冠军也是在最后一站才决出的。那么这个赛季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欢迎点击我的这期视频，同时请铁佛斯们备好降压药，因为这又是头哥与法拉利一段不愿回首的往事。